每一道情绪都是你的神圣力量。你是不是也曾经这么以为？要高频，要正念，要积极，情绪才不会干扰你的显化。于是你压抑悲伤，隐藏愤怒，假装平静，但你越这么做，内在却越焦躁，越没有力量。不是因为你做错了，而是你忘了一件事：每一道情绪都是你神圣的一部分，它们不是来破坏你，它们是你灵魂的语言。悲伤不是负能量，是你心里还在渴望连结的证明。愤怒不是阻碍，是你正在守护界限的力量。恐惧不是问题，是你灵魂提醒你需要更深信任的方式。这些情绪没有一个是错的，它们只是还没被听见，还没被拥抱，还没被你看作神圣。你不需要休掉你的情绪，你需要的是把它们接回来。当你说我不该这样想，你就是在对灵魂说我不要听你说话。但当你说我愿意听听我在怕什么，在气什么，在哭什么，你就开始与自己的能量对齐。真正的高频不是没有情绪，是你与情绪共舞的能力。你不逃，不压，不掩，你只是安静的在那里，陪自己穿越那个当下。那样的你才是真的强大。你越是诚实面对自己，宇宙就越信任你承接更大的能量。因为你愿意听，愿意感受，愿意诚实，你才有资格创造真实的幸福。请你记得，情绪是你的指南针，它会带你回到该转弯的地方，会提醒你该放下什么，该说出什么，该相信什么。你越不怕情绪，就越有勇气活出完整的你。完整不是只呈现光明，而是也拥抱阴影。那个会哭、会累、会动摇的你，也是你神圣的一面。你不需要完美的觉察，你只需要在情绪来的时候，多留一点时间给自己，说一句我听见你了。你越愿意这么做，你就越不会被情绪淹没，而是开始有力量与它合作。当你愿意为自己的情绪负责，不是指责，不是批评，而是负起一份理解与陪伴，你会发现，那是爱最温柔的力量在你身上流动。悲伤会变成慈悲，愤怒会变成界限，恐惧会变成直觉，而你会开始发光，不再是表面上的积极，而是内在稳定的真实。那种稳定，让宇宙看见你的容器正在扩大，你的灵魂准备好承接更多祝福。情绪不是杂讯，情绪是你灵魂的声音，是一种能量的导航，是你真正的神圣感知力。你越能接住它，你就越靠近你真正的力量，不是控制人生的力量，而是创造人生的力量。请你温柔地对自己说，我允许我拥有所有情绪，我允许我从中看见自己，我允许我成为完整的我。当你选择感受，生命就选择支持你。你有多久没好好感觉了？不是想法，不是分析，不是对错，而是单纯的把注意力放回自己的内在。你习惯了用逻辑处理一切，用头脑应对世界的变化。你被教导要成熟，要理性，要坚强。
但越是这样，你内心的声音就越来越小。你不是不敏感，你只是太怕痛，太怕一感觉眼泪就会崩溃，太怕一打开就收不回来。所以你关起心门，关起情绪，也关起了接收支持的那道路。因为你忘了，感受本身就是一种力量，不是脆弱，不是拖累，而是与生命连结最深的入口。当你说我愿意去感觉，即使会痛，会乱，会流泪，我也愿意靠近我自己，生命就会说太好了，我终于可以靠近你了。你的感受是一条与宇宙之间的能量通道，你越是让它流动，你越是在说我信任生命会接住我。不是你要先强壮了才有资格被支持，而是你愿意诚实，你就开始被拥抱。你的诚实打开了宇宙的流动，你不再用理性逃避情绪，不再逼自己看起来没事，而是允许自己在风里摇摆，却依然不倒。这样的你才是真的稳。你愿意坐下来听自己说话，你愿意问自己，我现在真的需要什么？不是迎合，不是压抑，是理解，是承认，是同行。生命最深的支持，不来自你多努力，而来自你有多愿意靠近自己。当你哭出来时，不是你崩溃了，是你打开了那扇门，你终于说出真话，你终于承认我有感觉。那一刻，你就开始回来了，你回到自己的身体，回到自己的情绪，回到与宇宙对平的那条路上。感受不是障碍，是通道。你越是拥抱每一种情绪，你越是发出一种信号，我值得被支持，无论我现在的状态是什么。而宇宙就是听这种信号的。当你选择感受，你就是选择相信，相信你不需要靠压抑来换得稳定，相信你可以不完美，却还是被爱。你开始发现，你不再那么容易累，不再那么需要伪装，不再那么怕出错，因为你知道，你有自己可以依靠。当你成为自己最深的靠山，生命就成为你最稳的后盾。它不会让你掉下去，它不会让你白白感觉，它会用更柔软、更温柔、更深层的方式回应你每一滴真诚的泪，每一丝诚实的痛。你选择打开，生命就选择靠近。你不再只用头脑创造现实，你开始用心创造连结，而那种连结才是让你真正丰盛、自由、安稳的根。请你记得，你不需要害怕感受，你只需要学会陪伴它。而当你这么做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原来你早就不是孤单的，只是以前太忙着躲藏，没听见生命其实一直在说，我在这里，等你愿意感觉了，我就会过来。阻挡你的不是阴影，而是你逃避它。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时刻？你明明渴望前进，却怎么也推不动人生。你照着书上的方法，设下目标，画下愿景板，写下清单，练习显化，却总感觉好像卡在某处。那个某处，你不太敢看。你以为是懒惰，是运气不好。
或是宇宙还没安排好时机。但亲爱的，真正挡住你的，不是外面的风，而是你心里那块没处理的阴影。不是阴影本身让你卡住，是你一直逃避它。你不敢去看那段过去，不敢去碰那个痛点，不敢承认你还有没放下的东西。你说，我不要再回头了，我要往前。可是灵魂却一直带你回到同样的关口，因为那里有你还没接住的自己。你想要自由，但自由的门被你自己的拒绝挡住了。你想要爱，但爱的路上站着那个你还不愿意拥抱的恐惧。真正阻挡你的，是你对阴影的误解。你以为它是坏的、负面的、低频的，以为只要正念，只要光明，只要坚强，就能让它消失。但事实是，它不会因为你不看它就自动退场，它只会变成更多的压力，更多的不安，更多你说不出口的泪。而你越不看它，它越会想办法让你看见它。不是为了报复，是为了疗愈。因为你的灵魂知道，你只有带着全部的自己前进，祝福才会真正停留。阴影不是诅咒，它是你曾经在黑暗里捡起来的力量，只是那时你太小，还无法承载它的意义。而现在的你，已经可以了，可以坐下来，不逃不跑，问问自己，我到底在怕什么？这份害怕是我哪一段没有被说完的故事？这份痛是我什么时候没有被理解的我？你不需要解决阴影，你只需要承认它。当你开始不再对抗，你就开始自由，因为你不再耗能在压抑，不再消耗在压着那些你不想承认的感觉。你可以选择在光里看见阴影，你可以选择让阴影为你打开更深的觉察，你可以选择不再逃避，而是同行。你会发现，原来那不是阻碍，是你的力量正在转身。每一个你不愿面对的部分，其实都在等你说一句：我知道你存在，而我不再害怕你。这句话不是对阴影的让步，而是你灵魂的整合。你越完整，显化就越快速；你越诚实，支持就越靠近。因为宇宙不是只回应你的渴望，它也回应你的真实。请你放下对阴影的抗拒，你越抗拒，它越强大；你越靠近，它越温柔。阴影没有你想的那么可怕，真正让你停滞的，是你那份我不要面对的心。而当你愿意说我准备好了，生命就会开始支持你走过那一段，带你看见那背后的礼物、智慧与光。你不是被阴影困住，你只是还没学会爱那里的你。现在是时候回去了，不是为了受苦，是为了带回力量。那些你想隐藏的，正是创造力的种子。你是否有些部分从来不敢让人看见？那些你觉得太怪、太多、太不合时宜的，你怕别人误会，怕自己出糗，怕一说出来就被贴上标签，所以你学会收，学会忍，学会把真实的自己藏进很深的抽屉里。你说那只是保护自己，但你心里知道，其实你也一直在压抑某种东西，一种冲动，
一种声音，一种一直想要被释放的创意感觉。它不是别的，正是你的创造力。不是画笔，不是文字，不是作品的那种创造力，而是让你活起来的那种力。那股生命的火，常常藏在你不敢给光照的角落里。你以为那是羞愧，是混乱，是错误，但它其实是未成熟的创造原料。那些你想隐藏的，不是包袱，是种子。它们只是还没被好好对待，还没被你温柔地看见、承认、允许。创造力从不住在完美里，它住在你最真实、最野、最不被理解的地方。那里是混乱的，是矛盾的，是容易被误解的，但也是最靠近灵魂的地方。当你选择把它关起来，你就不知不觉也把自己最强大的创造能量压抑住了。你会开始觉得无趣、没灵感、卡住。你会开始觉得日子变得无声、无力、无光。不是你没有天赋，不是你没有灵感，而是你还不敢把那颗种子拿出来晒晒太阳。你还怕人看见你这样也敢想。你还怕自己太不稳定、太敏感、太另类。但亲爱的，你所有的太都可能是礼物。太敏感的你，感受力比别人深；太情绪化的你，有故事能量与转化能力；太不合群的你，看见的是别人没看见的未来。这些特质，如果被你理解、滋养、使用，就是你创造力的泉源。你不需要变得像谁，你只需要相信，那个你总想藏起来的地方，有金色的种子在等你回头。请你每天问自己一句话：我今天愿意让哪个真实的部分被看见？也许只是一句话，一个念头，一个你从没说出口的梦想。你不需要立刻公开，你只需要先对自己诚实。创造力会从那个小小的诚实开始长大，它会长出信心，长出灵感，长出你从来没想过的路。你会开始发现，原来最值得创造的，不是作品，不是结果，不是掌声，而是那个愿意真实活着的你。当你活出真实，你就是在创造。你在创造一种新的存在方式，创造一种有灵魂的生命节奏。那不是刻意去做什么，而是让你的内在开始流动。请你相信，你不需要再隐藏了。你所怕的脆弱，其实是别人渴望共鸣的地方。你以为会被批评的想法，可能正是世界正在寻找的创新。你一直以为你要修正你自己，才能创造出值得的东西，但真相是，你现在这样就已经有能量让宇宙靠近。你藏起来的部分，不是麻烦，是礼物。而你选择拥抱它的那一刻，你就在帮整个世界多打开一扇创造的门。当你与情绪和解，灵魂就回家了。你总以为那些让你难受的情绪是必须赶快处理掉的东西。你学会了转念、正念，快速放下，学会用理性盖住心痛，学会对自己说没事，我很快就好。但你真的好了吗？还是你只是不再说，不再想，不再碰那些被你关起来的悲伤，压抑下去的愤怒，
来不及释放的恐惧，都还在你身体里，等着一个拥抱。他们没有错，他们只是没有被允许存在。情绪不是麻烦，他们是灵魂的讯号。你越否定它，你就越远离自己；你越回避它，你就越难听见灵魂的声音。不是你没灵感、没方向、没能量，而是你还没学会和情绪做朋友。你以为灵魂只能住在光明里，但其实它也住在你的黑夜里。它住在你不敢哭的那一夜，住在你把痛笑掉的那一刻，住在你说没事时微微颤抖的声音里。你不需要再强撑，再假装，你可以允许自己有情绪，还是被爱着的。你可以在生气时说我有感觉，你可以在害怕时说我需要陪伴，你可以在崩溃时说我没有错。这些不是软弱，是你回家的方式。灵魂从来没有离开，它只是站在你的情绪里，等你看见它。当你终于不再与情绪对抗，你会发现，原来它们没有那么可怕。它们其实只是你灵魂想靠近你时发出的声音。悲伤不是来打倒你，是想提醒你，这里有爱被遗忘了。愤怒不是来摧毁你，是想提醒你，这里有界限该被守住。焦虑不是来困住你，是想提醒你，你还没相信自己足够安全。每一种情绪都有它的语言，每一段情绪都是一条灵魂回家的路。你不需要懂他们的所有细节，你只需要愿意停下来，感受它，听它说话，陪它一段路。这就是和解，不是压下去，也不是任情绪牵着走，而是说我愿意和你在一起，直到你不再需要用这么大的声音说话。你会发现，当你这样对待自己，整个人开始松了，开始稳了，开始回到内在那个真正的家。你会感觉到一种安全感，不是来自外在，而是你知道，你永远可以接住你自己。这样的你，才有能力去创造，去爱，去显化。因为你不再分裂，不再有一块你排斥的自己，不再觉得哪个部分不好看。你终于让灵魂完整的回来了。当你与情绪和解，灵魂就回家了。爱你所有的情绪，就是最深的创造力。你是否也曾经怀疑，情绪是不是一种阻碍？你总听人说要保持高频，要积极思考，要远离低落、愤怒与不安。所以你学会了压抑、伪装、忽略，学会在哭的时候笑，在痛的时候说没事。但你也发现，越是这么做，内在就越是干涸，你的灵感开始消失，你不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，你不再记得怎么深深爱着一切。亲爱的，创造力不是来自完美的情绪，它来自你愿不愿意完整的爱着自己的每一面。当你愿意爱那个悲伤的你，你就会听见心底最柔软的故事。当你愿意拥抱那个愤怒的你，你就会发现你正在守护什么不容被践踏的价值。当你不再批判自己的恐惧，它就变成了提醒你信任生命的导航。创造力不是只从光里诞生，它也来自你的阴影、你的混乱、你的真实。你越诚实，
灵魂就越能穿越你而流动。你越允许感觉，创造的火就越旺盛。你不是静止的机器，你是流动的能量，而情绪是你最神圣的流动之一。你哭，是能量在释放；你怒，是界限在提醒；你慌，是未被理解的渴望在说话。当你对这些说“我愿意听”，你就重新启动了创造的泉源，不是为了产出什么，而是你开始活起来。你开始写下真心的话，开始唱出灵魂的声音，开始做出从你心里生出的决定，那就是创造力。它不是某个天才才有的礼物，它是每一个愿意与自己在一起的人都能触碰的神圣能量。你越是逃避情绪，就越难进入创造的流，因为创造是需要诚实的，是你能不能接纳你现在这样也可以，能不能说出我有感觉，并允许这些感觉化成什么，哪怕不完美。你不需要有情绪管理大师的姿态，你只需要学会爱每一种出现的你。你会发现，当你爱着悲伤，悲伤会转化成一首诗、一句话、一段连结。当你陪着愤怒，它会变成创新的动力，会让你为自己或他人站起来。而当你不逃避恐惧，它会让你更谦卑、更敏锐，也更贴近真正重要的事。这些不是负能量，它们只是还没被你爱过的创造原料。请你不要再害怕自己情绪太多、太强烈、太难看、太不合时宜。它们没有错，它们只是诚实。你只要愿意对他们说一句：我愿意看见你，我不再排斥你，创造力就会从那个瞬间醒来，因为那是你与灵魂的连结，最真实也最深层的开口。你会变得柔软、诚实而强大，不是外面说你做得好，而是你开始活出你真心的样子。那样的你，无论写一行字、说一句话、做一个选择，都在创造世界，因为你在创造一个能让爱停留的空间，让真实流动的频率，让灵魂自由的生命。这就是创造力。爱你所有的情绪，就是最深的创造力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